相信大家一定曾经梦想过，如果能拥有电影中那梦幻的 AI 助理，例如钢铁人中的贾维斯，或是李麦克的霹雳车，那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方便有趣吧。如同我们标题所说的，这些语音助理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智能助理。因为即使是现在这个号称 AI 的时代，市场上的语音装置要真的能称得上是 AI， 似乎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。我们就以 AI 电脑来说吧，至少也要能自由的解读影像，并依照我们提供的要求，对键盘滑鼠做出相应的操作，这样不才能代替我们更高效的来操作电脑吗？想想就觉得这样肯定比我们当年挂机来的有效率的多吧。然而不管未来发展如何，也阻挡不了我们对 AI 装置的热情。因此今天我们将接续2年前曾做过的专案，再次的来投入语音助理的世界吧。好，有什么事想要问我吗？请说。如同您所见，这组看起来有点呛的作品，实际上是我们先前所制作的语音助理。虽说它有点呛，但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联网 AI 语音助理的基本功能了。和大家见面，希望我们可以愉快的交流和学习。让我们一起努力。然而，当初为了方便，直接拿取手边现有的开发板，就一股脑的硬干下去了，导致它因为架构复杂、资料传递麻烦、程式功能也难以调整，最后也只能沦为一个占空间的装饰品啦。所以今天实作前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给各位介绍一款我最近在玩的开发平台，那就是噔噔 Amoeba IoT。这款开发板不仅具备 WiFi 联网及蓝牙功能，据说功耗效能很不错之外，而且内建完整的语音输入输出功能。讲白话就是内建的麦克风，而且还能驱动音频讯号输出。直接接上喇叭就能用，根本就是个专为语音助理而设计的 All-in-One 开发平台啦。更棒的是，它的尺寸还非常迷你，完全可以塞进我们所需的任何应用中。单是这种尺寸，以我们一般 DIY 来说，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。所以这块开发板完全打中了像我们这种懒人用户。所以看到这边，我怎么能有办法不买个几片回来玩玩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赶快的来让它执行第一支程式。很幸运的，Amoeba也提供很丰富的 Arduino 范例及函式库，但这是否就能让我们无痛进入各种应用呢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我们就先按照入门手册所说的步骤，一步一步来。先让 AMB23 进入烧录模式，然后上传 LED 程式。LED 如期闪烁，这样就算是已经打通了 Arduino for Amoeba 的这条路，可以说是无痛入门啦。所以接下来就要直接进入正题，实作和 OpenAI 之间的网络连接了。毕竟现在大多程式都是用 AI 在进行啦，所以如何连接 OpenAI 我们就不过多琢磨，只会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整合完的结论。首先，以下是我们整合了连线 OpenAI Chat Compilation API 的程式，其中几个主要的功能区块包含了 WiFi 连线、连接到 HTTPS 伺服器，以及将文字内容包装成 HTTP 封包上传到 OpenAI。 这些部分的程式内容和我们2年前的制作几乎是完全相容的，所以完成后很容易的就可以实现类似于 ChatGPT 的 AI 文字对谈啦。接下来，我们又进一步的将 AI 问答功能延伸到支援语音播报。不得不说 ，OpenAI 的语音品质接近真人的程度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有目共睹。然而，文字转语音的功能在2年前 OpenAI 可是不支援的哦。因此，我们的文字转语音从2年前的 Voice TTS。大家好，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。希望我们可以愉快的交流和学习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创造美好的一天。转换到今天的 OpenAI 的 TTS。Say hello to everyone. 大家好，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呢？
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想跟我分享的？品质也算是升级了一大截。更棒的是，整个语音助理的功能全部采用 OpenAI， 整合上当然也是单纯多了。总统川普今天说什么？抱歉，我无法提供实时的新闻报道或川普最新的发言。因为 AI 的无限可能，所以到这边我们的 AI 核心已经一切就绪，可以来加入专属于我们自己想要的功能啦。首先，我就想要来制作个即时的仓库查询功能，因为我们 DIY 用的零件分布在各个地方，虽说是有简单列表管理啦，但制作中的每个零件都要个别查询，然后再去取件，实在是很麻烦。而这种查询工作对现今的 AI 工具来说，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然而 OpenAI 或者说是 ChatGPT 是为了广泛资料问答而设计的，如何能让它胜任我们的要求，也许还得再研究一下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将我们的资料库提供给 OpenAI， 以便让它做查询参考。那具体是要怎么做呢？在向 ChatGPT 咨询后，我们就先按他说的这样来实做看看吧。但在这之前，我们得先能上传档案。我们要用这片开发板上传档案吗？那要先建档案系统这好像有点麻烦。好在还有其他办法。OpenAI 真不愧是个赚钱的机构，我们的困难他们早就已经想到啦。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OpenAI 的仪表板来管理及上传参考资料。这边我已经将我的库存资料上传，以及建立了一些基本资料，因此我们在本地端就只需要将问题打包后，就可以进行 AI 问答啦。因此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试试问问第一个问题，请他帮我们找找看 BJT3904 放在我们仓库的什么位置。他的答案是在仓库里的第4层。再来，当然要开启我们的库存清单来确认一下啦。这样来看，这个搜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测试程式复制贴上，整合到我们的语音助理专案中，然后透过辨识语音中是否带有库存2个字来决定是要进行仓库搜寻还是一般的 AI 问答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正式的来使用语音功能进行仓库搜寻。我们就来请他找找看这颗震动开关的位置。库存搜寻，请问震动开关放在哪里？库存搜寻，请问震动开关放在哪里？震动开关位于8格双层收纳盒 B 的上层。再来，我们应该可以稍微进行困难一点的问答。库存搜寻，我需要 DC-DC 转换器，5伏 USB 输入，3.3伏输出，请找适合的元件。库存搜寻，我需要 DC-DC 转换器，5伏 USB 输入，3.3伏输出，请找适合的元件。No。帮我寻找仓库库存，露营灯放在哪里？帮我寻找仓库库存，露营灯放在哪里？露营灯的仓库库存位置位于第7层货架。
所以这边看来 ，Assistant API 的功能似乎需要比较精确的名称相符，它才能提供正确的搜寻结果。毕竟这些库存资料当初只是简单列出来，让我自己能查询而已。所以我们应该是需要对我们的库存清单做一些资料重整，以便准确的让 AI 搜寻。也许还能再加入规格书的连结，看能不能做进一步的规格搜寻。在测试完仓库查询后，我们现在还要来做另外一项查询，那就是餐点查询。老实说，这还是我们制作这个仓库语音查询助理的灵感来源呢。我们把这个餐点表的文字内容拷贝另存文字档，然后一样上传到 OpenAI。新增语音辨识后，我们现在再来测试一下吧。请问4月28的早餐、午餐跟点心吃什么？请问4月28的早餐、午餐跟点心吃什么4月28日，早餐是芋头咸粥，午餐有白饭、瓜仔卤肉、三色玉米和树蔬，还有水果与豆腐味增汤。至于点心，则是蔬菜面线羹。其实小朋友现在都还没有日期的概念，只能以今天、明天来形容，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再为这个语音助理加个万年历之类的，那应该就能辨识日期及时间了。不过这就不包含在今天的内容啦。另外，现在的 ChatGPT 甚至连今天早上的股价都能给我们即时显示了。OpenAI 是否也能进行即时资讯的查询呢？还有更多的功能都等着我们再深入的来探索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内容，最后也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哦。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